嘿，你们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丰盛奥文哈。来，今天要选的3张牌就是这3张，1、2、3号。来，1号牌是死神牌哈，但这张死神牌比较特别哈，它讲的是一种爱情的遇到的时候，然后你会有一种蜕变的感觉哈，各方面会有一种升华与蜕变的感觉哈，你可以仔细看一下哈。来，那么2号牌是恋人牌哈。恋人牌是一种风元素的牌哈，感觉爱情就这样瞬间的就出现在你的生活里哈。来，你可以仔细看一下这牌面的结构哈。再来是3号，3号是圣杯2，圣杯2也有一种两情相悦的感觉，好像难得哈就这样子遇见哈，一见钟情之类的哈，非常契合的牌。好，这是3号牌，这3张牌都有类似的情境哈，你可以用你的直觉，或是你喜欢的颜色，还有这个构图，或是它的角色，能够最触动你。那么你的目光很难离开它，那么你跟它的共振就会比较强哈。如果你也需要再看更清楚呢，你可以按一下暂停。那如果你已经选好的话，我们就直接开始吧。好，来。好，接下来是选到1号的朋友哈。今天的题目是呢，谁会将你捧在手心哈？谁会很珍惜你、真爱你？好，来，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用我们今天的牌子，先来大概捕捉一下整个气场的流动哈，或整个关系的意识上的解读。好，来就开始吧，来翻。好，慢慢来，好，不要急。好，好，这样子哈。好，大致上是这样子。好，好，来看一下哈。接着牌的分布的话，今天目前看起来，现在看起来的是你好像有一个新的阶段哈，新的。他这边有看到说你在某一个关卡新的阶段正在往前走，往前走，好像是被动的哈，被动的你要往那个地方走去。来帮你仔细看一下哈。先讲你的部分了哈，你的部分就是你现在已经到了某一个阶段的边境，应该就是说，不管你现在是什么处境哈，以我们今天的题目来说，它是一个感情生活上的一个边境，然后也就是说，你要正跨越一个全新的关系里，它这个宇宙的调和，它整个宇宙的调和已经准备好要让你来到一个新的关系里面了，而且后面有丰盛的东西，有一个准备好的礼物给你哈。那么以他的那边的来讲，他确实那一个人哈，确实也是能量是顺的，确实是往你这边走，但是你们中间好像还有一点点距离。应该是说，你们中间还有一些杂质跟复杂的元素，有一些多余的元素还在中间做整理了哈。目前我觉得可能上比较像是说，这个人哈，他在他的人生里要走到你身边，他其实已经走了蛮久的了哦。然后他是从蛮远的地方来的，他就是说，他从来就不是出现在你的生活中，他也从来没有出现在你的生活中过。他不是你的生活环境的人，或是你本来就见过的，也就是说，他可能从来不是你的同事，从来也不是你的同学，也不是同学校的人。他从很远的地方已经这样慢慢的走过来了。好，这边看到的是这样子。然后呢，他其实跟你还蛮不一样的。它跟你蛮不一样的。这边我看到的是你的个性哈，你的内在个性，你的能量是比较愿意去尝试的，愿意去接受一个新的关系的，而他不是。我觉得他这边看到的是，当他看到你的时候，
他瞬间会有一种现实面的考量哈。他看到你的时候，他会很喜欢你，对你非常有感觉。可是他会立刻有一种本能性的告诉自己，觉得这个感情、这个感觉有点太强烈了，他需要冷静思考一下为什么会这么强烈，会这么那个。他其实不太知道他是这样子慢慢的往你这边走来的，而且这边也有一个特别的事情是，你身上可能也有一些感情上面的芥蒂，就是说，我必须这样讲，你们两个这一次的这个宇宙让你们两个相见的一个关键点在于，你应该说，你遇到他的时候，你就会有感觉了啦。可是你们两个好像同时都有一种，其实两个都有非常强烈的感觉，但同时都会犹豫要不要在一起，很特别。他这个情况很特别，他蛮像你看你在他身上，你看得到未来，你也经过了一点点，你只经过一点点的思维考量而已。他遇到的时候会想到非常多。我觉得他会想这么多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他遇到他是真的蛮喜欢你的，他对你的感觉真的，我觉得这边看起来感觉蛮澎湃的。可是因为真的掺杂了太多的逻辑跟思考，理智的思考，因为他心里其实是没有期待着爱情要出现。他比较像是随遇而安的，有遇到了再说。可是他真的遇到你的时候，他心里突然觉得好像要认真考虑了，那表示他其实是很喜欢你的。所以你们相遇的时候，会有一种距离感，会有一种很特别的距离感，是你们两个刻意把你们的关系拉开的。你们两个都同时会感觉这个感觉很吸引彼此，然后又觉得好像不可以失去这一个人哈。我再仔细看一下，在这个，因为他这个情况比较像是说，他其实有一个你们遇到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好像就是这个人。好像就是这个人哦，而且你们遇到的时候，心里会有一种很特别的热情，很特别的爱恋，是你之前可能没遇过的，又或是可能是很久没燃起的那一个火焰，而且这个火焰让你们原本所认知的爱情价值观有一点点不同。怎么说呢？应该是说，因为我刚刚前面说，他跟你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人，所以你们的爱情那个火苗燃烧起来的时候，其实是有一种意外的感觉，就是会有一种很陌生的感觉，可是又很吸引你。所以你们两个就突然很想知道为什么。可是其实这边还是看到一个，就是当你们遇到的时候，你们两个其实话会蛮多的，你们两个会非常多话，可是你们这个聊天的内容不是因为你们两个很契合或什么，而是你们两个对彼此充满了高度的好奇心。高度的好奇心，即使你已经知道或感觉到你们两个都有感觉彼此好像有一种距离感，总觉得好像是有一个距离感但是很奇怪的是，整个宇宙的能量有一个缝合感，有一个卡接接起来的感觉，原本不太感觉好像看起来不太契合的两个元素的结构，这你们两个遇到的好像各个方面就吻合，就卡起来了，看起来好像就是说，也许你的朋友跟他的朋友都认为，你们两个怎么会都在一起？可是偏偏你们两个遇到的时候就都在一起，那东西就很特别他这里我看到的是，确实宇宙有帮忙调和了你们两个的，好像有一点点是，它也不是一个缘分它也不是一种你们天生一对的感觉，好像也不是，它更像是你们的人生好像彼此都
这边看到的是他走了很久，而你是要进入一个新阶段了，然后比较像是好像宇宙分给了你们，你们应该需要这个人，需要这一个对方，需要这个因为这边看起来两边带来的能量真的完全不一样哈。完全不一样。你这边的更多的是一种冲动，奔放、更自由的要往这里走来，而它这里却是一种慢慢的走来，慢慢的走来，哈，边走边看，也没有什么企图心，也没有什么欲望，也没那么多。更多的是一种对世界、宇宙探索好奇，对人生的好奇，然后走来，然后遇到你的时候，突然所有的好奇心，所有的那一个专注力，那个点都跑到你身上了哈。因为他这个权杖国王放在这里，这一个中段，一个就是整个里面一个最平静、最安稳，一个最调和、最集合的那个位置的时候，放在一个权杖国王，我就觉得。在这两边完全不同元素的中间挤到中间的时候，又变成火焰的时候，我就觉得它很像是你们两个人生的一个明灯哈，就隐隐约的把你们引来了这个交界处，所以你们两个就见面了。好，帮你再看一下。你们是势必。你们的情感元素在你们见面的时候就出现了啦。可能你们的本质上是一方面都有一个潜在的特质，是有点害怕爱情产生或者爱情再产生，可能前面的经验有一些阴暗面没有处理掉。所以，当这一个爱情，其实我跟你说，这一个爱情并不是在期待中出现的，它是突如其来的，就突然奔放的出现在你们两个之间，你们两个会有点措手不及，所以两个都有点却步，或是退一步，或是再把事情想清楚。可是我必须说，你们见面的时候，你们的情感连结就已经绑住了。那一个。也不能说天生的契合，而是它那个无缝接轨，就接起来的那个感觉，很类似契合。我为什么说这样？因为它很像是你们两个看起来是完全不同的多边形，感觉上并不会有各种的角落、各种的边缘能够契合起来。可是很奇怪，可是当你们接近的时候，各边就会契合起来，但是你们还是各自的形状，还是看起来是不合的。可是偏偏你们就能够找到很多个边能够就缝合起来了，就是两个有一种奇妙的默契啦。在你们两个遇到的时候才会知道，这很难先判断起来。不过还是必须说你们这个人。他会带来一个蛮大的陌生感，很奇怪，他会有一点冲突，好像你跟这个人又有得聊，可是那陌生感又很重，好像从来不在你的生命中或人生中预设出现的这样子的人他一个陌生感很重距离感也很重，然后他有一种很特别的熟悉感跟这个陌生感又有冲突，他这个熟悉感很像你在。想象中却从来没遇过的那一种人，他会有这种熟悉感。你想象过了，但你从来也没遇过。还有一种是你在小说里看过的人，或者在电影里看过的人，但你生活现实中从来没遇过的，所以他才会有一种熟悉感跟陌生感同时出现。因为它存在于你从来因为他的陌生感是来自于你从来没遇过、从来没经验过，但是他的熟悉感又来自于你在某一些虚拟的环境里有。接触过，有感受过它会有这种冲突出现了，因为它这里的能量都有一种，我觉得它有一种不稳定，但是又因为在整个能量爬升在你们两个相见的时候，又因为调和节制牌在这边的时候，呈现了一种很自然而然的吻合啦，自然而然的吻合虽然谈上很多东西是我觉得它不是。很那么直接，很那么天然的，可是又好像恰恰就应该在这个时间点，你们会相见来，我来帮你再看一下这个人的各方面比较细节的情况他的样子啊，他的个性啊，他可能我看看我有没有办法看出来来
来，我用另外一副牌。来，好，这个一直不让我拿，那我就拿别张。他是个很有爱心的人哈。他有一点正义感，有点爆棚。他是个很有爱心的人，蛮有正义感的。然后，他也是一个很机灵的人啦，哈，他也是一个蛮机灵的人。而且在他的朋友圈，在他的生活里，他也是蛮受欢迎的人，各方面的哈。只不过哈，他可能会比你想象中的固执一点哈，他比较固执哦，他比较在意自己的想法哈，或是他蛮坚持自己的想法的。但是伯恩脑子突然出现一个瞬间，就是出来一句话，就是你也是哦，就是你也是选到一的朋友，大多应该有这种概念哈。所以在这里，我有感觉到你们两个的内在元素跟结构是不对称的，也不合的，是很不一样的。可是它有一个讯息是，无论如何，你们还是同一种人哈。他这个意思是说哈，你们可能一出生或什么的时候，你们的原本就给你们的一个特质，把你的性格各方面，一开始这两个人是不一样的。可是因为你们人生这样走到这里的时候，他好像给了你们类似的经验，给了你们类似的教育，给了你们类似的书，给了你们听过类似的故事，所以两个人的价值观跟后来走向突然走得很雷同。所以他才脑袋出现一句话说，其实是一样的人。所以也就是说，这里看到的牌，除了看到他，也有可能会看到你哈。他这里是说，可能目标很多，两个人都有点目标很多，然后常常对生活各种事情也很忍耐，可是你们又很愿意帮助别人去突破很多东西，会帮别人，所以你们的人缘都算是蛮好的，而且愿意分享，愿意帮助别人，是更像是你们的生命核心价值之一。所以他这边才有就是说，你们很常忍耐自己的痛苦，然后去分享。反而去分享快乐的自己给别人，更多的是帮助别人，而且你们很喜欢帮别人的忙，或是帮别人出头或什么的。但是你们自己本身常常在自己的问题上反而很难做决定，帮别人做决定，帮别人解决事情的能力很强，速度也很快，理解力也很高，因为他出于你们乐于助人、愿意分享的心，所以你能够很快速的捕捉到所谓的客观价值。但是你们回到自己身上的时候，都出现了一种封闭、忍耐、不想面对，或者是先不要看到自己的缺失，或者看到自己的痛苦这些的。你们更在乎的是你们的能量来源是属于外在的别人的身上的。可是对，面对自己确实有很多的难题。但我这边又脑袋出现一句话，就是所以你们两个需要相遇。因为你们两个相遇，才能够看到对方的问题，就像照镜子一样，变成是你看到他的问题，你对他说，比对你自己说来的容易太多了，而且你会不知不觉的从对他说，或者他对你说的瞬间，两个人更加的理解到自己。他原来我大概觉得宇宙是要给你们的是这样子的一个路径，所以让你们两个相遇，很像是。这一题确实蛮像 Twins 的哈，很有趣。好，所以谁将把你捧出来的时候，他可能就是一个跟你蛮像的人。现在看到这里，可能这是一个双胞胎的一题哈。来，我再往下看。他竟然自己掉了。这边我读到的是你们的相遇不是那么容易啦。这边有说。你们的相遇并不是那么容易，并不是。
它这个不容易哈，不是说你们两个要遇到很多困难才能解决，而是说它有一种概念是它比较像是整个宇宙或整个讯息哈，整个意识，你们两个的意识要把你们拉在一起，其实整个无形的力量帮了很多忙，好不容易把你们两个拉在一起，原本其实是还蛮遥远的哈，因为前面就已经看到这里面还蛮遥远的，它有经过了很多的推翻、再整理、再重新建构，你们的人生好像彼此都遇过了好几次的洗牌，好几次的摧毁再重建，你们的人生好像经过了好几次，然后所以你们进入了一个新的自己，接触一个新的自己的次数好像有几次，然后才会变成你们现在这个样子哈。他好像不是很早就把你们的路径设定好要相遇，我觉得他比较像是你们两个走到了某一个阶段之后，他才把你们的两个的路调整到对齐了，然后现在才有准备遇到了哈。他更多的是你们内在平静了，好，他这里很内在平静的，生活也平静的，他就觉得他好像在处于一种你们内外在都对自己达到一种平静哈。那这个平静是来自于对自己的一种某种程度上的肯定啦，哦。才开始平静的，然后跨越过，成长过，经历了些，就你们都很明确知道自己已经跟比之前不一样了。当这个想法跟这感觉出来的时候，整个宇宙的位置就开始对齐了，才开始对齐到你们才会看到同一个引导你们的灯火啦，一个阳光或者是一个。灯塔了，你们才看到了同一个灯塔，所以你们都往那里走，所以才会让你们两个相遇。你们也并不是天生就是 twins 的概念，而是整个社会啊经验把你们两个雕琢成现在这个好像双胞胎的概念出现的。好，这边还有很多期，这边如果是总之啦，选到1号牌的朋友，觉得他这里还是真的有选，你们两个的见面其实是真的是不容易啦。好，除了你们自己的人生也不容易之外，宇宙也花了很大的心力把你们拉在一起，但他真的不是一开始就决定把你拉在一起，他后来发现这两个人应该要在一起了，才把你们拉在一起的哈。所以如果近期无论如何你遇到一个跟你自己很相像的人的话，我相信那是宇宙终于把这个人拉给你了，但是你们本质真的是不同哦，可能星座也相似哦，不过你看星盘可能有这种相似，可是很奇怪的是，你们对生活跟未来的价值观突然变得很契合，性格上啊、气息上啊、气质上啊、品味上也突然很契合，它会有一种很特别的情况让你们两个变得很契合，有一种。应该要早一点认识，怎么现在才认识的感觉？但是它并不是因为你们一见面就很熟悉的，这是另外一种哈。好，这就是选到1号牌的朋友哈。所以你们遇到的时候，彼此是还蛮会珍惜彼此的啦，因为都会有一种，最简单就是他们会有一种，会有一种，应该是这个人是最了解的，真的是这个人最了解，所以你会蛮珍惜彼此的。好，这就是选到1号牌的朋友哈。好，那么记得喜欢按赞的话，谢谢你来听。来，再来是选到2号牌的朋友哈。今天的题目是呢，谁将会把你捧在手心哈？谁会非常珍惜你、真爱你哈？来，我们来帮你看一下，先帮你们看一下两个人的能量哈。好，我会翻大概2组牌让你们。看你可以慢慢听一下，因为它有的时候翻牌，它会陆续会有一些新的故事、新的内容、新的分支会跑出来这要慢慢翻之后才知道那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特别的画面会从我脑袋一闪而过，我会帮你把它念出来或讲出来来，先看一下你们两个。
现在看到的是，目前看到的是，他其实没有在往你这边走来，他在某一个地方等着你哦，哈，他在某一个地方等着你，然后你先看到的是你近期，然后或是你在认识他之前，你会有一个内在各方面一个内在的很重要的提升啊，你的智慧会提升，然后朋友圈会提升，你可能会有重新朋友或重新洗牌进的关系哈，或是你跟你的朋友都有一种反正它就是有一种你的人际关系或是你的人会升级，然后你就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然后他在那一个新的领域里面等你哦。不过你在遇到他之前，你可能要度过几个难关，然后就是不是难关啦，挑战哈，就是你会经历一个更能够了解人的阶段，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可能你生命中会有被别人背叛啦，或是你去一个新的环境工作哈，你会认识更多很难以应付的人哈，反正你会有一个阶段让你对于看人、理解人哈，对人的共感这方面会有一个很强大的提升哈，你会觉得非常累，你会觉得非常累。可是别担心哈，你在这个中间你会遇到新的朋友、好的朋友，还有更有智慧的朋友，会有更有智慧的上司或年纪比你大的人会引导你什么的。你在这个新的领域的成长里面，虽然好像有点累、有点辛苦，可是你这一个的成长跟进步，会把你引来了要遇见他的那个领域里，因为他已经在那里等你了。好，他其实不知道在等你，但是因为你还没进去他那一个领域、那一个范围里啊，所以你现在就差一点你就要进去。这些前面的训练或这边的经验，不能说训练了，就考验了，然后你会进到里。然后其实它有一个契机点，当你发现你交到了一个非常契合的新朋友。有一个很特别的感觉，就是你交了一个特别的新朋友，然后你会觉得说奇怪，这是一个你完全没见过的世界，或是一个见过的人际关系，或是一个领域，你开始有这个感觉，说差不多你已经进入那一个领域里面。然后到那个领域里面之后，你会有一些感觉，第一，你会觉得事情开始做起来变顺了，然后都有人会来帮助你，然后你会更有同情心，也很奇怪，你会突然变得非常有善良、善心，会突然爆棚吼，因为你开始会体察别人的痛苦，体察别人的悲伤，但这有同一个点是，你可能会开始比较能够享受所谓的悲剧、所谓的悲伤的故事、悲伤的歌的一个更深层的含义，所以你能够更体察别人的痛苦。这里有一个吼，然后你会有一种想要帮助人的感觉会爆棚，就会开始燃烧起。你以前没那么多，你以前可能没那么在意这些，然后可能是因为你进了一个新环境，看到了别人也这样做，你觉得这样做也很好，你做了之后就感觉很好。那么你开始有这些作为、这些想法的时候，那你就已经差不多进那个领域，他已经在那里慢慢的等你了哈。我觉得他已经在那边了，因为他会因为你后来做的这些事，然后慢慢的注意到你。慢慢的注意。我现在这里看到的就是你跟他并不遥远啦，但是就很像是在湖上的两艘船，你们都在这个湖上，但都在不同的船。可是你要从他这个船跳到他那一艘船，你需要费很大的力，用力的跳过来哈。那你的那个力量是什么？你的成长、你的智慧各方面都要升级之后，你现在能跳，但你跳不过去。但是你的能力或各方面成长之后，你就轻而易举地跳到那一艘船了。然后他那艘船上面有非常多你的新未来里面更好的人、更好的关系、更好的朋友、更好的经验哦。都在那艘船上面，你终究是要跳到那艘船的，但是就差你还没有准备好够好的能力跟能耐跳过去而已。那他就在那个船上哈，他不会成为你的朋友，他也不会成为你只是变得鬼，他就是要成为你的恋人，在那里等你啊。好，我再仔细看一下其他的，应该说我这边看一下哈。只是说你的成长时间还要需要一点点，没那么快，它没那么快。这边看到就是，关于你的
能力上各方面的成长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然后因为它这个还有点距离。可是你的心智上，或是你会先体会到你对其他人的善意、慈悲，然后你甚至会开始觉得捐钱给什么狗狗、猫猫啊，或者捐钱给一些什么各种救济组织、特色组织的时候，你会非常有感觉，你的同情心会突然就开始有了哈。因为你会发现这些事情在丰沛你内在的这些慈悲心，你会发现你的慈悲心你的仁慈的感觉会丰沛你内在的一种力量，你会觉得很被疗愈。你如果做这些事情，它会比以前更强大哈。然后你的这些改变、这些感受呢，整个宇宙能量正在慢慢把它拉过来。好，它有一点点像是就是你在这个圆的中心啦。好，你可能现在有一个这个框。当你越来越就是小我越来越小，然后对别人的帮助和慈悲心越来越大的时候，它这个你跟外面的隔阂的范围就会越来越小，然后它就在这个圈圈的外面。所以当你你跟别人的隔阂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的时候，它自然而然就离你越来越近哈，就是这个概念。所以你这个成长或什么，你还需要一点时间，需要一些体会，但是你内在的慈悲跟仁慈心跟对别人的善意哈。会成长的比较快，好，再帮你看一个东西，我再帮你看一下两个之间的真正的阻碍还有什么。对啊，就是还是你们的距离就真的就是差在你们中间还是有一个隔阂，还是有一个，就是两个还在两个不同，还在虽然慢慢会变得是同一个区域里，但你们还是在不同的岸边。虽然已经共享了同一条河、同一条溪，但是你们还是在不同的岸边。差在什么？就是差在他还没看清楚你，或者他还没看到你。好，就是说，虽然他真的是在两个岸边，但是你从这个岸边在这边慢慢走来，他在岸边的这边慢慢走过去，两个还在这里还没有走到对看的位置哈，但是已经很接近哈。现在就只差在你慢慢的做一些提升的时候，你往那个方向走去哈，他会往你那里走来，你们就会到一个对齐或对看的时间到的时候，你们就会看到自己了哈，看到彼此了。这一题2号的哈，我觉得要比较注意的是，你现在本身身上有一些枷锁，有一些困难，有一些烦恼哈，你要赶快尽快的摆脱掉。脱离它，乐观起来，赶快往下一步走。这一题你往下一步走的必要性非常强，非常高，要求非常高哈。要你快一点你快一点就能把这进度讲。现在就心里有一些对旧情人的一些旧感觉啊，一些悲伤什么，你现在都要赶快摆脱掉，赶快进入下面。因为这边后面等着你的能量是很顺的，就差你没有摆脱掉那些旧的东西。直接接入新的东西，但是有一个契机啦，它有一种被动的智慧会出现在你身上。就所谓的被动智慧，就是说你可能不用做任何事情，有一个主动来找你的智慧，会启发你然后你会被动的接受，被动的被影响。它这智慧有可能不是你身边的人，它可能会是网络上的突然一句话、一个短影片或是一个东西，你去看的时候不行，它会在生命里会跑出来。这边有一个瞬间是这个你会被某个东西影响，你会被启发起来了，然后你就会开始启动你要去做任何改变，做任何的，就连那个智慧启发你的时候，你内在的那个慈悲心就起来了那个你内在那个慈悲心、那个善意对万物、其他人的善意起来之后呢，你的成长速度就快了。好，我来帮你看一下他这个人因为刚刚只是在讲说你会要怎么走进他，然后你的改变。我再帮你这里讲比较少，他这个人是如何？我再帮你这里我来帮你看一下他这个人好，这里也说也可以看到一些距离啦看看来帮你看。我是更希望能够看脑袋会闪过他的样子，他现在在做什么。这个情况比较不容易只能说他现在很努力的在
他现在有个难关要突破了哈，他自己有一个升级的事情哈，他自己也正在处在一个升级的阶段哈，然后他的问题比较多的是，他对自己的要求太高了，哈，然后他的新的下一个阶段呢也太难了哈，可是目前看起来是他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哈，很多人都蛮喜欢他的。然后，但是他其实蛮不在意别人的眼光，他喜欢活着过着自己的哈。然后他也有一个很喜欢帮助别人的心哈。他就算即使是自己受很多伤或什么，但他也认为去帮助别人，去为别人达成别人的梦想或是什么哈，才是他的成就感的来源哈。所以你说他的工作或什么，他的工作蛮像是服务型的工作，也就是帮助别人的工作，所以他也可能会是一个什么社会团体的人啊，或什么，他有这个讯息出来。因为他这里哈，我有感觉到他的善意很强，他这个人的善意很强，所以前面才会在你那边才会说，当你的善意或慈悲心开始往上成长之后，你就会很接近他了，因为他这里看起来确实是他的善意很强哦，他这个人的魅力跟光芒都来自于他很希望其他人都好，他很希望需要帮助的人也能够被拯救起来的。他有一种这种魅力的那种眼神他有一种我为人人的概念。他的小我很小，他就是很在乎为别人做的事，所以其实他甚至忽略了自己内在的那些痛苦他把他他其实很少去觉得自己有多了不起，他知道自己能做的事情很多，但是他不会去炫耀或在意自己有的东西有多了不起，他只是善用他所做的事情，所以他会把自己的悲伤痛苦摆在脑后，来去帮助别人，去为别人做很多事情，为每个人从绝望中再站起来，从悲伤中再乐观起来他这里的死神牌都不是一个，他的死神牌都他这里就一个讯息，他告诉他就是他在救别人啦，他在救别人，他一直在救别人，而不是在救自己，也不是自己的人生要跨越一个新的，没有，他这里的讯息是他要救别人，他要帮助别人，他什么，他自己的痛苦什么，他早就不在乎了，他把它放在背后，所以他也不像是其他的牌，是他可能把自己的悲伤或什么隐藏太多，他会自己内伤，这里不是，他这里的战车牌出现的时候，他就不会为自己的痛苦或什么悲伤，他觉得无所谓，他很小，在战车牌的时候，他有一种他的外在、他的目标、他的远方，比他自己内在的那些伤痕或是一种水的能量大多了，并不会去牵拖他或拖住他往那个目标走，所以我才说他的成就感或他的快乐都在于他去帮助别人、为别人的提升或什么的。他这个人从前面延续下来的一个讯号的暗示，就是都往这里走然后，所以他到这个钱币9的时候，他其实是个孤独的人。他其实内在孤独，他遇到你之前，他其实是个孤独人。其实他也没有很在乎这些孤独，因为他内在很丰盛，他内在丰盛的引导9，他内在很丰盛，他可以跟自己做朋友。他生命的无聊，并不是他觉得自己无聊，他的无聊更多是发现。我觉得他这个外放的，他这个讯号很多，他内在的他有一种无聊感是，如果他没有再去帮别人做很多事情，他那个无所事事的感觉才会让他觉得生命没有意义。他这里的走向是这里，我再帮你看更多帮你看一些他的缺点，其实就是太为别人了。然后你可能认识他或跟他在一起，你会有点心疼他，好像太少自己了，他为自己做很多事情。但是你没有发觉的是，他其实内在那个富足感跟快乐感，都已经不在于他为自己做什么。这一张好，这2张我觉得这2张讲的是你这边的其他的还是这种讲他
我觉得这里其他都还是讲他哈，他真的确实是对于帮助别人啊、为别人施舍啊什么的，他的荣耀感各方面都是在于别人。他跟其他人的群体啊，他在别人的群体里去帮助那些其他的群体，帮助别人哈。然后他也是他在很多人的眼里，他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很多人都需要他存在，他在那里帮别人，他的丰沛感啊，他各方面啊，那能量什么的，他从别人身上获得就好了，他自己很小，什么都没有关系哈。所以这两张为什么说是你？因为这两张出现的时候，就有一个讯号是，你遇到他的时候，他会非常珍惜你，但是他在内在的时候会有一种冲突感，他的冲突感在于说。他有一个挣扎，他发现你的重要性比跟他想做的事情的重要性突然一样重要了。他有一种挣扎是，那我这边需要感觉到，他就是说，有一种个人质问，比较像是说，那我的爱应该要怎么分配？他大概会有这个讯号，那我的爱要怎么分配？哈，他在刚开始遇到你的时候，他会有这个感觉哈。他算是一看到你就很喜欢，一看到你就会很喜欢的人哈。他也会立刻知道他要珍惜你，他也会立刻知道他能够对你很好，就像他对别人那么好。可是他在同时就挣扎起来了，挣扎起来说他的爱怎么分？因为这边就看到一个爱的能量很充满哦，但是被分配了哦，被撕裂了，有一个撕裂的痛苦在哦。你的存在很有价值，很重要，但是它这里更多的是，如果你要爱这个人，你们彼此为彼此的牺牲能有多少？因为其实你们两个的学习跟成长到了这个阶段，你们遇到的，你会发现说，你们两个人的关系或者你们的恋情的爱，已经变成是小情小爱了哦。跟你们要做的事情跟什么比较起来，反而变成小情小爱了。你们才会有一种挣扎是，我们的爱也很重要啊，为什么只是小情小爱呢？我们遇到了，我们的感情也很重要，但是我们更想做的事情，为别人做的事情也很重要，所以你会有一种这种，我觉得是良好啦，win-win 的烦恼啦，哈，它不是一个一好一坏的烦恼啦，这是两个都好，这是大好小好的一个烦恼了，好，你们可以慢慢享受它了，因为不管怎么做，你们都还是活在这一个很充满的爱恋里，跟这个爱的成分里，哈。好了，他大概是这样子的人哈，会有一个这样子比较大爱的人哈，不能说博爱，我觉得他是比较大爱哈，他一个同情心很强，他是一个非常同情心的，所以你会看到他说，你会觉得他对什么小狗小猫的一些事情，他会非常有爱心哈，他也会展现出他那个可爱，他可能会扩大到他对于濒临动物啊，外面各种动物需要被拯救的事情，他议题头都会非常有怜悯心跟同情心哈，然后你会被他这个感觉感动，然后你会从中跟他学习，也会他更多是他可能也对植物啊什么的有生命的东西，他也会特别有感觉，所以他也会喜欢种花或什么，他可能会喜欢有自己的花园或什么，他也有这种哈。可是他有一个小缺点是，他其实个性有的时候会有点急，会有点生气，会有点在埋怨社会，有点生气这个社会为什么做的不够多什么的，他也有这种个性，因为那个是一体两面的啦。好，所以但他对人是抱持的非常高的善意，非常高的善意。好，对有生命的非常高的善意，只是他有一种对社会的期待，好像不如他的期待，对社会的现况不如他的期待的一种性格在。有时候会有点小暴躁，但是都是因为他出于他的热情，都是出于他的热情。好，这就是选择2号牌的朋友哈，来，希望给你一些方向感，能够对你有帮助哈。然后谢谢你来听。好，接下来是选择3号牌的朋友。今天的题目是：谁会把你捧在手心？谁会很珍惜你？谁会很珍爱你？好，我们来帮你看一下整个，先帮你看一下你们两个人的趋势了，两个能量的趋势的流动哈。好，好，这样子哈。
目前看起来，我必须说你们。我目前看起来我觉得你们两个已经出现在彼此的生活圈里了，可是你们两个现在并没有看到对方。第一他不第一啦，首先他那边太忙碌了，他现在正要处理的是面对的生活，对，不知道是生活很多事情，他现在正在忙碌，他没有办法去思考爱情这一件事情，但他已经出现在你生活里，然后你呢，你才刚进去到他的，不能说刚进去他的圈子里了，应该是说你们，在同一个生活圈，这个圈子里，你们已经看到彼此了可是这个情况没有很久，你们才刚遇到彼此，才刚见到彼此我觉得你们这个两个相遇的门才刚打开，但是你们两个并没有发现彼此对彼此其实是有机会恋爱的，或是彼此对彼此有爱恋。我觉得你们的现在的目光里都有太多的选择。第一，有太多的选择，有可能现阶段你们共同的朋友或共同的环境里，彼此现在喜欢的人或是有感觉的人不止一两个，然后可是都没有对方在。然后还有一个可能是两个现在都非常忙，在处理很多事情，所以心情上对于情感的感受力蛮低的。谁在喜欢你啊？谁什么的？反正你们现在两个中间有一起雾了啦。就是反正简单来说，就是你们两个现在没有看到彼此，但是你们已经出现在彼此的生活圈里了。来看一下你们两个现在唯一的人是，我只能说，你们快看到彼此了，只是真的还是有距离，还是蛮，我觉得是，我一直觉得有一个漩涡，就是它一个漩涡，然后你们两个一直在漩涡，两个一直在漩涡里这样绕，两个人绕，然后都没有交集，没有交汇，可是都在同一个漩涡里旋转然后我去翻，想知道你们两个中间的隐藏的距离跟到底问题在哪？两个都还没看到。他这边就告诉你这样，我中间就隔了一扇门，然后就中间隔了一扇门，两个就有一个距离，在门里门外然后什么的，然后不知道谁在门里，谁在门外。我觉得比较像是你已经到达了这个门的外面，然后他站在这个门的里面，可它里面的混乱，或是里面堆满了满满的东西，他无法看清楚这个门外的事物，所以他没办法看到你在外面站着。然后你刚到了这里，因为他这里这个门里面，你听到一些吵闹声或什么，所以好像是他的存在有吸引到你，但是你并不知道是谁在吸引到你，或是什么声音在吸引到你，所以你们两个现在变成一个很大的门或什么距离被隔阂起来。除了门隔阂起来之外，还有一大堆的人事物在隔阂，他们两个现在有一种要近不近、要远不远的感觉。现在这个阶段，现在只能看，现在目前只看到这个阶段，还没有办法看到说这里没有看到比较未来的东西。他现在这一幅只看到现在这个阶段。它很像是把你们两个丢进去一个可能一个演唱会啊，1-2万的人的演唱会啊，你们都在这里面，可是就算你们两个彼此叫着彼此的名字，但你们都听不到，因为太多人在嘶吼了。然后彼此的距离因为太远，所以看到彼此都是只是一个小小的人影，小小的人，看不清楚脸，看不清楚衣服，看不清楚，只知道有个人在这边在叫彼此，可是听不到声音从哪里来，听不到谁在叫你。会相信一个情况是在这里，但是你们已经在同一个环境里了也有这个感觉而且才刚到这个环境里，所以你们还不知道彼此在找谁，彼此在等谁。来，我继续把你往下看我再帮你看一下帮你看看有没有可能会看出来，还要多久啦？还要多久？我看这个用未来牌，因为三组牌这个第三组牌的内容比较特别
一二都还是有一个在行进中的距离哈。这个牌第3号牌就是已经在旁边，可是却见不到哈，那是很特别。看，还需要方向是对的啦，但是还在寻找中。就是其实你们两个遇到彼此，他这里我这边看到的是宇宙或是各方面人事物和你们做到的事情都有在帮你们找到你们两个要相遇跟见面的一个契机，但是都还在寻找中，还在找，比较像是说都还在整个数据还在整理中。到底应该让你们两个怎么见面，让你们两个遇到？还在整理中，还在整理出那个契机，还在整理出那个时间，还在往那里的路哈，是有一股力量在帮你们慢慢的，可是那个节奏不快哈。那我再帮你看一下，中间有一些挡着的东西还没有整理完啦。就是说，它有点像是说，有可能是两个现在都在做自己的事情，这个事情还在吸引你们的注意，你们都还在忙，还要就是他这边我到现在翻起来的那个水能量跟爱情的期待的成分都不高，内在期待渴望爱情的成分都不高。也就是说，打个比方哈，打个举例，就很像是说，你跟宇宙许愿说我要一份新恋情，这一个能量跟这个意愿不高哦，3号牌这个意念都不高，不够强烈，不够期待，反而是更多的是有很多的杂事，有很多的事情哦，都在处理中，哦，有很多的杂物、垃圾在两个中间，就像我刚刚说的，中间两个有起雾了，那个雾都没有散掉哈，有很多宇宙有很多事情在帮你们探路或什么的，也有你们周遭你的生活方围也有一些有派来一些有智慧的人要给你开悟，给你指导一些路，但是你都还没有彼此都还没遇到这个有智慧的人哈。然后你们的这个见面的路上哈，即使他的意思是说，宇宙就算有用一些小聪明或者一些小伎俩要让你们见都没有，都无效的哈。很多东西都还在原点初始的那个点，还在探索，还在找路的地方哈。目前看到你们俩的能量是唯一能抓到的是你们都已经在同一个区域里了啦，就是还是没有连接起来，目前还是没有连接。哎呀，帮你看一个东西，帮你问一下时间了，要多久，要多快哈？还要近期会不会？你抽3张好了。刚前面是翻说还要一段时间，我们看大概一段时间到中间还要处理什么事情才能够加快。目前看到的是，他就刚才说你们内在其实不算平静哦，就是你们内在其实都还不算平静，内在还在浮动哈，然后注意力在别人身上还是太多哈，也就是说你们现在内在心思还是没有办法聚焦在某一种人哈，就是你可能还不太确定自己希望要等的是谁，你内在的可能爱情经验还没有整理出一个你想要的人，或你需要的人，但它这个很像不是你主动能够在内在整理出来的，它好像要慢慢的时间会，所以他前面才一直说有时间，还有一段时间。我觉得他更多的是比较像是说你们内在一些东西还没有消化完，他好像就是说你们两个都是哦，内在那个还没达到那个瓶颈，是因为你们内在还没有消化完所谓的感情的概念，就是说他没办法消化，是说你终于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样子的人了，而不是你想要什么样子条件的人，而是你内在会突然感受到说，其实我某些的脆弱，我需要什么样子的人来照顾我。其实我生活某些需要，我可以靠自己，可是我其他那些我自己没办法帮助自己的，我需要是这样子的人来帮助自己。他这个内在的消化是你突然有一天就消化起来就会知道的。他这边有告诉我说，你内在的那一个平静跟你那一个答案都还没有出来，然后你还在那一个，你们两个都还在那个要跨越到下一个
就是说，应该说要跨越进入可以接受一个新恋情的那一个边缘，你们还没有跨进来哈，因为两个都还是内在心中都还没有整理好，都还没有，就是我觉得你们已经在同一个领域里了。宇宙好不容易把你们拉在同一个领域里，两个人终于在这个领域里，就是接下来就剩下的就是相遇了。可是因为我刚说是一个漩涡的概念哈，所以还需要在这个漩涡里面有，唯一的一个状态就是你们够强壮，心里够平静，能够应付这个漩涡。再来就是这个漩涡自己平静下来，然后让你们两个遇见。可现在就是还在这一个漩涡里哈，还是没有办法。还需要再等一段时间。学校上回的朋友，这个人已经在你附近了，但是一直没有一个马上就要出现的时间。好，来，我帮你看一下这个人哈，终究来看一下这个人的品质。讲了这么多哈，还是要来看一下这个人是什么样子的人。好，目前看到的话，你可以先把你认识的朋友里面，可能什么射手、狮子、牡羊，大概是类似这样子的人，但其中还多了一些但他也是一个，但他还是也有一点点宅哈，也喜欢家里，喜欢照顾家里哈，他其实也是很喜欢照顾家里的。但是他的内在个性比较热情如火，比较行动派的，比较那个。然后他对这整个世界的好奇心也很强哈，但他对人的同情心啊、恻隐之心嘛，特别是他对于人的观察没有那么矛盾，他其实也很理解别人，但他会比较藏在心里，不会表现出来哈。他也蛮会观察别人的或什么的，然后他各方面也蛮固执的啦，常常我觉得他可能因为自己做对的事情很多，所以他常常会只听自己的想法或者什么答案，因为他其实本身他做事情的成功率也比一般人高，因为他也不是做事情是随便乱做的哈，他也不是很莽撞去做事情的哈，只是他的这个人的行动力很强，做事情的行动力很强，然后成功几率也很高，所以他某方面看起来是蛮固执的，蛮坚持己见。你跟他相处起来可能会有这个想法，来一个看一下。他在他的工作领域上啊，其实是一个非常机灵、蛮聪明的人啦。然后他必须要他有蛮多竞争对手，他必须要跟很多人一起工作，他应付蛮多人，他必须要管理蛮多人的，所以他必须要有非常多的小聪明或什么的。然后他有很强的领导气质，所以他在工作上面的话，他算是比较霸道的。可是他是一个很有耐心的人，他知道说他也不会急躁。他事情虽然做的事情很有效率，但他更求的是效果。不能只有效率有没有效果，他其实做事情很有效率，其实而且也很有效果，所以他在工作上的表现其实都还蛮好的。主要是他有耐心，又有实践力，又有行动力哈。但是主要缺点就是他比较固执啦。我刚刚已经说，他其实做事情就是太容易，他就是因为能力很强，所以他做对的事情蛮多的，所以他其实听不太起别人的话也蛮常见的啦。但是你跟他相处久了，才发现说，其实他真的对的处理事情成功或对的事情真的蛮多，你以后就可能会比较相信他的想法或他的决定。也因为这样子他旁边的帮助他的人，他的帮手跟他在一起，跟他一起工作的蛮多的，依赖他的能力的人还蛮多的在各方面不过这边看起来性格上还是有点急躁，但是还好他不粗心他很急躁又有耐心，可这样怎么说呢？他就是说，他做事情他一想到要什么，他就要马上去做，他就要马上达到，他就要想要那个成果。可是他的耐心是在于，当他知道说某些成果是不能马上立即拥有的时候，他会知道说他能够做到一个程度之后，就耐心的等待好的结果出现。他有这份耐心，他有时候，可是他的执行跟速度又很快，所以他在等待的时候，他会去马上创造一个新的目标、新的想法或新的想要做的事情所以以生活面来说，他会蛮喜欢往外面跑的，他会喜欢去踩点，很多新的地方他没去过，他会很想去，他会很想知道新的世界或外面的世界是什么。然后很多人都喜欢跟着他去因为他
反正他行动派的嘛，他要去他就会去了。好，只不过他这里的水能量并没有我们想象中，他不是用一种情感的或情绪上的他想去就去，而是他是用一种好奇心、探索心，加上他的行动力又很强的时候，当他很好奇某些地方的时候，他就会马上就要去，他会看清楚，然后在里面得到一个解答。对于譬如说他想去一个景点，大家都说好看什么，他就去。他到了那边的时候，他很快就去，他很快就计划了。然后很快就到那里说，他就会对那边有一些评鉴跟一些评语，就是说，其实这里没有想象中的好处，或者这里真的很漂亮，大家值得来。他很快就有这种，然后他这都不是一些情感面的，而是他是一种分析的探险家的个性去做的哈。也因为这样子，他常常会进入一种陌生的环境里。陌生的情况里，所以他常常要去面对很多陌生人，所以他把他锻炼出来是，他能够应付各式各样的人。他能够应付各式各样的人，他的应变能力也蛮强的。可是主要还是因为他内在有一个旺盛的好奇心一种旺盛的好奇心，跟有强大的热情，对于未知有强大的热情。也因为常常跟在他旁边跟帮助他的人，他的伙伴蛮多的，他从来都不是一个人。你跟他在一起，所以发现他的朋友蛮多的，而且很多朋友都对他的赞不绝口，然后愿意跟他合作，跟他一起去。他有那种领导的气质，主要是因为他的想法跟创意很多。好像永远都跟不上他的脚步很快，可是他又够聪明又有够多小聪明，他真的又够聪明所以他也常常能够帮别人解决很多问题，所以很多人都觉得说跟着他在一起，跟他一起去什么就可以了，跟着他一起就可以了。好，大概3号牌的东西，3号牌讲的比较，3号牌出现的讯息没那么复杂了只是比较特别然后也比较快好，所以大概能讲大概就这样那这个人。你跟他相处的时候，跟他相处的时候，你会对他有一种很特别的跟随感然后他并不会因为要去做这些事情，然后把你带在一边他会蛮在乎要把这些事情分享给你，然后带着你去然后甚至。你在他身边的那个情况不太一样，很多人都是跟随着他，希望他能够跟着他去哪里玩或什么的。可是他对你不是，他对你是，他希望他都能够带着你一起去。所以他有的时候会有很多特别的地方或什么，他就不带他朋友，或者不跟他朋友，他就只带你去，他就只想带你去。然后他因为想要带你去，或是想带你去看，或者想要反正各种新鲜的东西，他就想要分享给你，用这种概念，他把这个热情放在你身上，所以你会感觉到备受重视。好像什么事情他都先跟你说，先带你分享，然后你只要跟着他，不用特别做任何事情，然后你就看到很多世界，很多各种特别新奇、特别的东西。他就是一个创意无限的人了。他用这个方式，用这种行动的方式，而不是情感的他会用这种把你的时间空间他把他的时间空间都分享给你，或是带领你去进入他的时间空间。他用这种行动的方式来告诉你这是他对你的爱或对你的情感所以其实不要误会说他可能不会那么多去讲有很多行动力高的人，他真的不太会用嘴巴里面去讲他的感情啦，你要看他在对你做的事情。所以这个人大概就是用这种时间跟空间来去告诉你或证明他对你的感情或对你的爱他是一个这样子用这个方式来珍惜你的人。好，第3号选到3号的朋友就是这样了希望你能够理解也希望你很喜欢能够帮你找到一些未来的方向真心希望能够帮助你。好，谢谢你来听。